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镜头有点懵哈，因为现在用的是我笔电的镜头，说今天的呢大家当背景音乐听哈，因为笔电的镜头啊它会比较模糊一点啊，为什么其他镜头不能用呢？我不知道哈，那个技术性问题，我再去想办法去处理，好吗？听得到老师声音哈，好，可以听老师声音哈。好，那首先呢，我们还讲一下，我们现在留言已经开放报名了哈，那不同区域的人，那你就不同的那个管道去报名。那么预计啊，我们在下周五的时候啊，我们会开一个新的报名管道。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都从同一个地方去报名就可以了。老师会开一个新的网站，新的网站是专门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受理的事情。那这样各位以后再去做一些问世啊，什么东西的啊，就在那个地方做，那我们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它是老师设计的一个比较全面化的网站，然后非常的复杂，还是非常全面。那这一周啊，也有同学啊跟老师反映是说呢，老师你那个排盘软体啊，排盘的那个系统啊，它的一个年份是错的啊，这个老师没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啊，就变得重复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老师后来去维修啊，然后现在目前为止先把错误的隐藏起来，那再过2天它就会恢复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也有同学跟老师反映啊，就是老师的万年历老师的万年历啊很好用，但是一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是说他们想知道更久以后的一个事情啊，比如说他们结婚啊，结婚这种事情啊，他是没办法是说，我今天谈定了，然后下个月或下一季就开始办，没有结婚通常这个事情啊，你要都是要半年以上的时间，那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规划跟打算，那老师希望老师能够把这个万年历啊，把它延长一点啊，不要只有到那个次一年而已，它需要延长一点。那这个问题老师听到了，那听到之后呢，我也没办法去做，所以说我就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呢，那个老师啊，就我们的师兄弟啊，会在一个那个线上会议啊，我们会聊天，聊到最后之下，我就跟我师兄弟讲到这个问题。那有一个师兄啊，他就问我是说，那你现在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讲到2026年呢？我说我现在的那些排的一些天文数据啊，我就排到2026年，因为我还排那些喜忌啊、吉神啊，或者是各方位的问题。他说，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做土木的啊，因为他本职做土木啊，拜师不是每个人都当这一行哦。他说不对，你再想一想，你应该叫我什么？我说周老板，不是，你换一个方法叫我。我懂了，我知道了，大家都这么叫你，周扒皮。为什么？因为他家地主啊，他家很多地，我们叫他周扒皮。他说不是，再按辈分来讲，你要叫我师兄啊，对，师兄。那既然是师弟有困难，师兄就来帮忙。所以说呢，他手上刚刚好就有了这些天文数据啊，潮汐的一些规律啊，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就是他给我这些数据啊，那已经有了，然后因为有了农历，还有一些干支，还有节气的一些切换点，因为你这个一定要跟天文数据合在一起，你几分几秒你要交到这个节气啊，那个对我们这一行来讲啊，那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些吉神、凶神，还有一些问题啊，他那边有一些草稿啊，因为他以前也想这么做，但是他发现他也做不到。所以他就存了这些东西，那以后有缘人，那再给他。想不到，我就是那个有缘人。所以说啊，在下周3啊，我们的整个万年历啊，我们会推演到什么时候呢？目前呢，我们整个师兄团队啊正在努力中。那预计在下周3之前呢，可能快的话就周2吧。那我们将会推出万年历，会达到了公元2100年。2100年的所有的这些万年历的数据都会进去了，那各位可以去妥善的去使用，好吧？这个是刚好是一个很多很奇怪的混合在一起啊，我们就得到这件事情啊，之后各位啊可以去使用我们的万年历。好，大家讲一下哈，你的老师有天上人吗？神仙？我的老师有天上人吗？神仙？我们这一行的这个是正常的，你知道吗？我们跟三界打交道，我不是只靠一张嘴，我们这一行的。就是封建迷信，我就是负责跟三界打交道的，所以我的老师当然也有神明，这个是很正常。我们祖师爷就是太上老君了，对不对？那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在我们这个行内啊，这个行内，而且又是这个行有分很多种啊，就是你专门算命的，或是你专门做红事的啊，红事就是说你专门做婚嫁的，也有专门做黑事的，黑是什么？就是帮人家捡骨的啊，或是做一些那些阴宅的一个事情啊，有红事有黑事，然后还有人专门就负责占星，有人专门负责奇门的。所以不是每个老师呢，他是会有这方面的修持。那因为我拜的老师太多了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学无术，好吧？有人说我术师，那我就跟你讲，我是不学无术，所以说黑的、红的，黑的我是比较不去做了，因为我怕报应。黑的、红的，那什么这些我都拜过了，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我去拜师，所以说我什么都拜。那加上我自己有谋生的能力，因为我自己开网络公司嘛。所以说我就不需要急于在一行里面，所以说我就什么都学到。那当然这些三界之前之类我也有学到，好吗？都一定是会有的啊。
好，不闲聊了，我们来开始哦。那这一周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我们一直到晚讲一些国际时事，最主要是引导各位去思考。所以说，老师并不是一个时事台哦，是一个命理啊、封建迷信、倡导你要迷信的一个主播哈。那实际上来讲，跟各位同学去讲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懂思考。那我们看到国际大事里面呢，日本等一下讲，我们首先要讲一下欧洲。为什么先讲欧洲呢？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欧洲啊，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00以前的啊，就是2000年以前人出生的这一票人。都觉得欧洲它是高尚大，它是不是高尚大？它的确是高尚大，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比如说60、70、80、90的，这些欧美国家，它的确是高尚大，那个毋庸置疑，你不用去说啊，我们中国一定讲没有这回事他们就是高尚大，这是确定、肯定、刚定的。那造成他们强大的原因有很多，也包含的是时势造英雄。为什么呢？也包含说，因为它有战争的因素，或者是它有工业革命的因素，或者是他们有制度上的优势等等等等一切的。我们不是说民主制度完全的不好，民主制度它是促进了一个资本的快速膨胀，还有技术的快速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路。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修正主义的，你不能说拿一套事情你想用到一辈子，或是生生世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连周王朝，他用周礼匡遍天下，但是他也不过怎么样几百年的岁月而已，而且还分东周跟西周。为什么呢？因为你周礼这个东西，或是周朝这个制度啊，它是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你一直抱着过去的事情，你未来就没办法前进，你就被未来所淘汰。所以说，我们讲过一件事，什么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不对？但是你要讲到下半句，我们东西不能只看上半句啊。下半句是什么呢？尽信老人言，对不对？终身不向前。所以说抱持的古法跟周礼或这种事情啊，它是没办法延迟下去的。所以为什么一个王朝通常就是300年这个魔咒？那不是只有它的魔咒，而是它的制度300年不变，对不对？任何的东西都讲古法啊，遵先帝所言，祖宗所云，所以就不行，是不是？那你就只有是说你被时代淘汰了啊，外部环境改变了，而且内部环境也改变了，所以你原来那套已经不合用了。所以我们看到从上皇武帝、下商周、秦汉皆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后面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些里面，它的制度都是一直不断去完善的。我们就拿最近来讲好了，对不对？你元朝它做贸易，但是它清什么？你清的是这些文官体制。所以说明朝上来了，明朝上来之后，他重文官体制，而且他的武将体制也做，说怎么样出将入相，叫于谦，对不对？不是讲相声那个于谦啊，他是那个是啊，朱棣 boy 他自己所提拔上来的那个于谦，他出为将，入为相，他可以安定天下，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那明朝弊病在哪里呢？就是什么？就是到天下都是王爷，到处是名家子子孙孙。为什么？你想改也不行，因为尊古制，说到处封王爷，王爷到封到后面就变成什么？你没有实权，因为朱棣 boy 我们的明成祖朱棣啊，他就把所有兵权收回来，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供养王爷这件事收回来啊。就变成说大家都去供养大家王爷，所以说呢，国库空虚，王爷肥的跟流油一样。那后来变什么？满清入关，满清入关就知道了明朝你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它就变成什么样呢？你就变成每过一代你就降一阶，你原来是亲王、郡王，然后就要是什么呢？贝勒、贝子，然后郑国公、辅国公，不入8分辅国公，不入8分郑国公，一代代往下降。所以说满清到后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没有这个王爷的一些包袱，但是他有什么其他包袱？他有贵族的包袱，就是什么满人8旗里2米，对不对？而且你还不能够做其他行业，你说当兵赚你没有办法，所以到最后他们的制度也让他们腐败。这个制度原本是让8旗将领可以安定天下，但是他后面变成8旗将领、8旗这些旗人啊，就是铸掉大清朝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亏空，所以到最后旗人都反对满清。你如果旗人没有反对满清的话，那么八国联军进不去了。就是因为旗人他都反满清了，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然后你也不给我一些其他的谋生的空间，你就只能让我去遛鸟，那怎么行呢？这到最后他们没有决策能力，怪天不应，怪地不灵，那怪什么？怪政府，怪政府最容易了，是不是？所以制度都一定要改的。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状况之下，你就说现在民主制度有没有问题？它是有问题的，但是它是不是完完全全不可取？也不是不可取，至少我们可以听到各自方面的意见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整体局势变成什么呢？为什么欧洲越来越不正？欧洲以前啊，毕竟它是工业革命的强国，包括英国也是一样，整体的国势应该是蒸蒸日上。为什么到近代是不行呢？其实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工业革命它造就不是只有英国，也包含很多国家，比如法国啊，或者是尤其是德国啊，这让他们的一个工业力非常非常强。但是曾几何时，各位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件事情？近年来所有重大的发明跟发现，它跟德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各位懂老师意思吗？
对不对？你德国开宾士是没有错，它的车子很好，它的锅子很好，对，还有德国百灵油，对不对？可以外用，可以内服，哎，是不是？我没有用过了，可能有人用过觉得很好，也说不定。我用万金油。就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德国为什么，或是它整体欧洲为什么会弱啊？这个就发生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现在最强是哪个国家？最强的国家，目前为止啊，当之无愧的，而且有绝对的实力的，毕竟它还是美国。很多人说中国窜升起来，它可以跟美国一较高下。那在亚洲部分，中国绝对是最强。但是你放到全球部分，中国没有这个投射能力，因为它整体的粮草运补，所有这些经验、航海的经验啊，并不能够跟美国去相提并论，那是不行的。但是在亚洲，哎，中国那是独一无二最强之强，哎，这是变成什么天可汗，完全是当之无愧的状况。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既然是美国最强，那么它的排行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欧洲。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讲那么多的时事，就要明白天下大事是怎么去看的，这对你自己的事业是有帮助的，甚至你自己家庭的经营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老大一定是忌惮老二，对不对？你这个总裁一定是怕你的总经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必须要想办法去弱化欧洲。怎么弱化欧洲呢？第一个，你就是当然当一开始就美元去制霸天下，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用美元。但是各位要记得，之后它又有欧元了。欧元的创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欧洲的这些贵族老贵族啊，他不想被美元所钳制，他们要有自己的货币，对，统一欧洲所有的阵线。那欧洲啊，开始可以像类似像中国或美国一样，你可以拧成一股麻绳啊，大家可以不容易把你击破。不然你这边有这个比利时的比利时钱，对，德国的钱，然后呢法国的钱，是不是？那几什么法郎对36法郎等等之类的，哦，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麻烦。所以说他们要想办法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欧盟，变成团结的欧洲。那团结的欧洲啊，这对美国来讲就是如鲠在喉，如芒刺在背，所以他就必须想办法去瓦解欧洲。所以说呢，他的欧元一起来之后啊，美国其实啊，各位如果去注意到金融这个事情，在这近30年来讲，整个金融在世界，在美国在欧洲之间，他们较量这个货币啊，其实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事情。如果在20年前吧，还是15、16年前。那整个网络上一个到现在还是很有的，就是什么？你要做那个货币期货，对冲你的那个欧元啊、美元，欧元对美元啊、美元对瑞郎等等之类的哦，等等这是他们的一个外汇的期货。那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彼此之间做一些金融战争，那金融战争打到最后哦，那就变成欧洲一定要想办法去振兴自己。说欧洲跟法国还有英国，他们一直不断想来继续振兴他们欧洲。但是你一振兴起来，你第一个威胁的一定是美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实力在这个地方，我是老大，你是老二，但是老大必须老二衬托，因为我们才是一个党嘛，是不是？二当家的永远是最厉害的。所以他就有能力去挑战大当家的，是不是？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外面我不能跟你打仗，但我可以把部队派到你家里去。因为二战的原因说，他们美军把这个军事力啊放到那个欧洲各国去，那这样子形成一个恐怖平衡。我家里有你的保镖，然后那但是呢，这个保镖呢不是帮我去防苏联或俄罗斯而已，他同时也监视了你国内的所有一举一动。对不对？就是说有点类似引狼入室，但是这个状况之下，形势比人强，加上一些国家，你像意大利啊，或者是那个德国，它本身就是战败国，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啊，你是必须要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事情。大家也怕德国再起来，说美国进来啊，就变成一个什么？就变成一个最大公因数啊，恐怖平衡的状况。那在这个模式之下，你现在又想振兴，又想有自己的军队，那美国也觉得是说我花钱花太多在你们的国家里面。那这个事情大家都不好的状况之下，怎么办呢？改变你的制度。所以我们发现在一件事情啊，各位有没有去注意到，全世界啊有不同的一个学说、学派跟政治理念，但是德国很特别，它有绿党啊，当然其他国家也有啊，比如说那个瑞典啊，也是都有啊。但是我们比较能够明白，就是德国它的绿党是蛮有意思的。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因为它是极端的环保主义，它唱求的就是什么田园牧歌，它倡导就是环保至上、人文至上，对不对？它希望德国回到以前那个阿尔卑斯山少女那种感觉，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啊，它在很多事情啊，就变成是他们要积极的把它变成哦，把你德国从工业化变成去工业化啊。不要说老师说没有，我告诉你，这实际上是有的。绿党这些环保概念啊，我们最简单就是近年他不是把德国最后一间的那个核电厂给它给拆了吗？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主席或之前的一些德国总理，他是想恢复这个核电，但是呢，你现在恢复之后就对他们有影响，说他们等你恢复之前，我就把核电站给拆了。我把核电站给拆了，那你是不是永远不用核电？你要再盖啊，你没有个
党内共识啊，或者国家共识啊，你没办法再盖核电厂，除非你有办法像中国一样，我们的执行力很强啊，也就有单一的一个状况，或是你把核电厂民营化，但是民营化你也必须符合它的法规，我就没有了。那在没有状况之下呢，你就变成是说德国你不可能有发展工业的机会了。过去了解老师的意思吗？德国不可能有发展工业机会了，因为你第一个，你乌俄战争的时候，你第一个就要切断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是俄罗斯天然气，从我们这2年的所有的直播里面，我们很明白跟各位讲，现在欧洲所有用的天然气啊，在里面至少有极大部分60%以上，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等于是说呢，它加价去买到它原本可以很低价买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变得很奇怪，就是说我明明用的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是呢，我必须透过好几个国家转手过来，我花了2倍以上的价格，我去买到一样的东西，我对此我甘之如饴。那么能源状况之下，第一个你就没有办法生产工业，因为工业它是一个不是只有你五金工业而已，真正的工业是必须要有重工业啊，你必须从原料变成产品的重工业啊。所以说你的一些汽车产业啊，或者任何产业，现在德国说他想要重新发展，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极为耗电的状况。利用极为耗电的这些重工业，然后你想去说再重新在这世界上去拓展这些状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能源，你造出来车一定比别人贵。哪怕你的人民很聪明，我们不用去否认德国的人的他们的智慧是很高的，对工业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第二个部分就讲到教育，我们看到德国教育啊，最近在这几年之间呢，尤其是开始怎么样呢？他们依然是走上专业路线啊，我不是说他们不走专业路线，只是他们会加入更多的一些共同科目，等于是他们的国内的政治氛围是说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剥夺啊，你可以去，你虽然擅长理科，但是我不剥夺你去学习文科的机会。那过去呢，就是很早就给你分科了，说你就专心，你会有理科天才的，你专心做理科；你有文科天才的，你就专门做文科。那这个是过去，但现在也是一样啊，现在也是一样，只是它的一个学科内容啊，就变成越来越多的共同科目。比如说你理科的，你还是要学文科。弄到最后，虽然不至于像亚洲这样的夸张，因为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职业学校或什么等等之类的，因为他们高职就可以去考科技大学了，好吗？说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只是就变成教育上面，它第一个弱化了你本身去研发工业的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呢，我小孩子一样可以学最新的知识，你可以研发最新的科技，但是要告诉你，你这个所谓的一些电池回收是一个问题。等于说呢，我在研发新能源之前，我就先去心里就觉得研发新能源是不好的啊，这是比较偏颇的一个讲法。他知道环保的危害，但是他并不是真的要去说我要先去解决环保的问题。而是说呢，它两边都是产生了拔河。我既要环保，我又要有高科技，这2个东西是极难达成的。我说真的，那个你是有个很难达成的事情，除非什么？除非你国家自己有能源供应。就还是回到一件事，俄罗斯自己有能源供应，说它怎么样它都不会饿死。但是问题在哪里？俄罗斯没有工业，俄罗斯没有俄罗斯汽车嘛，对不对？你也没看过俄罗斯的什么五金行业，或是它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些网络产业没有？都跟中国买的，对不对？俄国最多的就是坦克，就是步枪跟坦克。那他们有能源去做这件事情，那没有问题。他们自己也有铁矿，自管自销，所以他们的军备实力永远不用去怀疑。那但是德国是这样子嘛？德国不是，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没有能源的，第二个就是你教育资源，你慢慢的走向通科化，慢慢的不是现在就是。我知道有些在德国的尊贵的客户朋友们啊，那很多同学也在德国。不是说你们没有在研究科学，但是实际上他把他的年级往后延了。原来很小的在小学时候就开始分的东西，慢慢到初中小学毕业以后再慢慢去分。但是它过去真的是比较早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们看到德国它整体的大学的录取率是提高的，但是它工业研发力是降低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你太强，我们就控制不住。德国人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大，日耳曼民族真的是他的一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无论在过去、现在或未来。那个德国它本身的一个民族性跟它的民族智慧，这个人种真的是不能说有点纳粹的想法，他的确是还算是蛮优秀，因为他们的文化的过程之中啊，造就是说他们的人的思维跟行事作风都是蛮优秀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说确定的。在欧洲很多国家，它都已经那个腐败化了，但是德国啊，基本上还是处于比较稳定的一条道路上，到现在变成德国经济一个欧洲经济之首，你说它一个其来有志的。所以说，我们就发现的是说，他现在就是强调的是各种人文素材、各种环保意识，但是他就淡化了传统工业的技术的核心的地位。所以改革之中啊，他这个他们的能力就降低了。
说能源能够降低，然后能源能够被取消，然后工业力被降低，那是不是它对于老大的影响力是不是更低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它就变得更低了。那既然是更低的状况之下，那么美国是不是觉得就安全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我们在看世界局势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它一个地方，而是要看很多的地方，它是综合在一起，所造就现在这个世界局势。你不是说中国被制裁而已，某方面程度来讲，你其实欧洲也是一个在被制裁的行列之内，只是它制裁是什么？通过软的方法去让你没办法发展。那这个是不是制裁？我告诉你，这个就算一种制裁了，对不对？包含能源是不是制裁？制裁欧洲能源的是谁？难道是俄罗斯吗？当然不是啊，是不是？俄罗斯甚至可以把它说啊，我管线坏了，我现在把你关掉了，不给你气了，对不对？我就不给你能源就好啦。所以说，你真的去制裁欧洲能源的，恰恰是亲美的那一派。哦，就是说，哎，美国说要制裁俄罗斯，所以说我们就全部不用俄罗斯的，哪怕俄罗斯愿意给你，你也没办法。我说真的，你要是我们中华文化，就不会搞这种事情。我怎么了？我就是拿取敌之财，用己之力。对不对？你现在给我便宜的能源，我当然拿你便宜能源，然后我来造武器、造这些什么装备，然后再给乌克兰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的一个能源切掉之后，然后呢，我就会用2、3倍的价格，然后再去买能源，然后再用2、3倍的成本，然后去给乌克兰的？那个不是你是不是他妈有病嘛？这他妈有病！俄罗斯的他的气就是便宜，气跟源就是便宜，他就给欧洲，他也没说他不给欧洲。他既然给了欧洲，那为什么你要不要呢？你说啊，叫知敌，就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这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所以真的弱化欧洲的，反而就是用政治的方法去弱化你欧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道理。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啊，本来是以之后要录影片来讲，我这边跟各位透一个口风在这边。未来好，我们在现在这个刚刚讲到60后、70后、80后、90后这一批人。哦，通常都遇到了这什么第2代、第3代的培养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说，我们应该把它送到什么，送到欧美去，因为他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它是一流的。对，一流的国家，当然你让小孩子过去，你得到一流的教材，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本来就应该这么做。但是现在一流的国家，美国没有问题，他不让你去而已。2流的国家在哪里呢？世界排名第2、第3、第4在哪里呢？你要先明白，你去的国家，它是在世界上排名第几？他的专业在世界上排名第几？你再告诉我送小孩子过去学有没有道理？不是你出去，然后好像我在美国留个学，在英国留个学，在法国留个学没有用。你在法国学农业有用吗？你在法国学设计，大家高看你一眼，对不对？你在意大利学烘焙，大家也高看你一眼。你在意大利去学什么？学美术也有道理，因为他那个也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你去意大利学汽车，你有病吗？人家就不是强在这里啊，对不对？你去德国学什么呢？你去德国学农业、学哲学，哲学可以，哲学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事情你又没办法生财呢，其实没办法的。所以说现在就变成是说呢，现在我们整个亚洲的氛围最大的一个障碍就在哪里？障碍就在于是说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强大，你还以为落日的余晖它会持续下去。各位懂老师意思吗？都不要犯这个愚蠢的事情了。落日它终有余晖，很美，但是它已经没法给我们多少热量，它也没办法照顾我们的庄稼。只有旭日出来才办法，旭日我不是指日本哦，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够是说，知道你未来的趋势在哪里。你看老师的节目，你就懂了趋势在哪里。趋势这种东西，10年算短期，然后5年算瞬息，5年是瞬息万变的5年内，10年算短期，20年这个状况，你才叫一个世代。你要知道，你要把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家人或者你自己的下一代往哪里推去，那才是有用的啊，那才是有用的。不然你一切事情。哦，你都会一直在原地打圈圈，你在那个阶层里面，你会一直忙碌，一直忙碌，然后你没办法跳出那个圈圈，变成老鼠游戏，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很多人跟老师讲说，老师，哎呀，你讲这些事情啊，都是我觉得都是你以管观天吧？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过得很好，在欧洲过得很好。对，当然你去了10年、20年，你能不好吗？在他最好的时候你过去，你当然是好，但是你小孩呢，对不对？你不能好一代啊，下一代在哪里呢？那我到澳洲去啊，这好一代，下一代在哪里呢？我到纽西兰，对你好一代，下一代在哪里呢？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子，就很多同学也是一样啊，或者是一些老师的师兄弟也是一样啊，去了他们那一代是发财的，但是他只管他那一代，下一代呢，我现在过得好，我下一代一定可以过得好，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并不是这样子的。你那个有些东西它这个循环，你要懂得追逐这个循环，你才能够强大。不然为什么以色列它可以强大？以色列人是哪里强往哪里去，对不对？你看他去非洲经营了吗？没有，他哪里强？他在强之前，我就先去经营，
是不是？所以说呢，他就懂得去让这个财富大量增加。所以说，以色列他犹太人这些人，他为什么可以富有？富有原因就是我先压20年以后的保，10年、20年以后的保，我不压现在就可以赚钱的东西啊、现在可以赚钱的东西，你就造就了那个美术生，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长到是5年、10年，甚至20年以后的，那么你就可以一直不断发财下去。不然为什么美国华尔街它是犹太人主政的呢？对，所有企业巨头摩根士丹利他们都是犹太人，就是为什么？因为他先抓到了这个趋势，我先抓到这个要件了，所以说未来发展的时候，他保了几十年的发达、啊，他不是保几年，他保几十年的发达，对不对？那这才是能够赢的，好吗？所以说各位去理解整个社会趋势啊，德国它或是在欧洲啊，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仰仗的，或者可去让它看到说它未来可以发展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陷入的是这个政治纷争里面，政治意识的冲突啊，导致了它没有办法妥善的发展。我宁愿去相信我宁愿去相信是说你在那个非洲它会逐渐的整合跟发达，我也不会去相信英国或是其他国家你可以往上去迈进，因为他们被他们自己制度而拖死，而他们要改制度极其困难，因为在他们的这个制度里面没有所谓的修正主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吗？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哈？二战结束后，坦克日方我们等下讲，我们现在讲日本好吗？德国4.0，中国终究是啊，是这样哈。以色列已经没有前途了，只要打仗，那是就纳坦雅胡，但是纳坦雅胡不代表以色列。我告诉你，以色列它里面的它只是一个精神象征，因为要去明白这件事情。以色列它这个国家它并没有什么样太大的能力，它都是研发中心或什么软实力为主。第二最强大的是什么呢？它最强大就是这些其外，他们最强大就是远见，而且就是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才是他们的一个主力，好不好？我们要去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发展。那我们才能够看透说它的趋势是在哪里，这个你要去理解要去理解说它的一个变化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发展我们这样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日本日本最近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日本它是不是要打仗等等之类的一个状况会发生？那我们当然今天一定要继续谈到它高市早苗他在最近当然是没有打算呢，是说要去撤回他的一个言论，因为有些事情你一旦做你就不能回头。这是事实，因为他现在只要一收回一回头，那么他的名气就直接往下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挺你，就是因为你硬气，对不对？你有那喉咙哑了，那个就是这样状况你有这个气魄为我们吐一口气。但是如果你收回，那么你示弱了，那我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呢？你不就是个女人而已吗？对不对？很多的他的整个后坐力就会往上去压，所以他只能说把责任推给在野党。之前人家为他这样话说，他才讲这些话。对不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这些所有的这些对话里面很多东西也是他的对手去给他下的挖一个坑因为之前他在当选之前我们就讲过一句话我觉得他是来背锅的，是来挖坑给他跳的，很多事情比他去做然后他败了，那后面人就去修正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我当时的评论是这样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那我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被挖坑的，他的反作用力是会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局势是有一点点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去注意日本它既然没有打算去修正他自己的话，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军事的 GDP 的预算它要即将一直不断的迈入到2%，所以说呢，他的一个预算不断的从他军备里面去做。一个国家哪怕他是战败国，他去专心他的军备有没有问题？我说实在的，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平心而论嘛，每一个国家都有保护自己国家的方式，对不对？那个没有问题不然以色列这么小，他去买那么多什么这个大卫投石器或者铁穹干什么呢？对不对？就是人不是只有钱嘛，所以我要能够保护我自己的国民，那我这个东西才叫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日本本身你要去做这些军备的一些维持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觉得他这样太愚蠢，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要让自己的国家从破败或者从战败那边开始走向富强，或是走向一个尊严的国家，我觉得他是可以这么做的，没有问题。不然大清被8国联军之后，他是不是干脆就解散成邦联呢？对不对？也没有变5代10国也没有对不对？还是整合起来。所以你要武装自己，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它里面的人能不能够去维持他自己的安定，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把钱都拿去做武装军备了，然后你得罪了你的一个在亚洲部分你是一个最需要跟他合作的一个贸易伙伴，
也包含的是说你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或是日本人到中国去投资这两件事情，对日本的经济来讲，它都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啊，在这个石破茂或是之前的一些岸田文雄啊，一路走过来，日本刚刚开始有可能从这个汇率战跟美国打压里面找到一些方法啊，可以造成说他们 GDP 慢慢的有办法往上升，哪怕是虚假的往上升。什么叫虚假的往上升呢？就是你的通货膨胀增加了，所以说你必然你会的 GDP 好像就会提升了。中国保六，难道你的物价没有升吗？当然升了，对不对？过去不要说哪久多久以前了，你说10年前你月薪1万，跟现在在10年后你现在在月薪1万，你的生活水准能够一样吗？不一样的。但是 GDP 你成长，你毕竟是伴随着通货膨胀，那是一定的道理。那么日本它现在有通货膨胀，然后加上它所有一切的一些粮食不够等等状况之下，那么好像我们的经济有一点起色的可能性。我讲可能性哦，实质上是不大有机会的啊。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软实力，比如日本的文化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说跟中国的贸易啊，至少现在高科技啊，对中国是一个必需品。还有是什么呢？中国也会买你的手机，也买你的电脑，很多东西日产的东西啊，其实在中国啊，你只要没有政治纷争的状况之下，真的是蛮吃香的，还包含影视，对不对？你日本的动漫如果不到中国去，你能赚的钱是有限的。你不要跟我讲全世界都爱，全世界都爱，但是会花钱的人多还在亚洲。你不要跟我台湾可以顶得过中国的市场，那你不是开玩笑吗？就跟奥特曼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就是说失去中国的市场的，对不对？奥特曼，你不要跟我讲那个是个咸蛋超人，不要跟我讲不是日本的吧，对不对？那还有特色等等之类的哦，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把日本的一些动漫文化，或是一些潮流文化，或是一些高科技的，需要跟中国去交流。所以说，日本你要增加你自己的国防预算，我觉得那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是说，你不能够一开始就树立起来，我要跟你打到底这种决心，这个就没有这种日本的长久文化的一个熏陶了。因为日本通常都是什么样的韬光养晦哦，日本很会韬光养晦，对不对？你德川家或什么家都是一样哦，他们懂的是，就光日本天皇他就忍了3个幕府了，对不对？我不要去得罪你，我就慢慢的积攒我的实力，时间一到，我一样可以出来。对不对？其实日本很多的政治哲学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水准在的啊，它是有这个能力哦。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政治哲学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虽然他们打起来，在中国的战场上来讲啊，你不就是打了一个团体斗殴吗？对，日本的战场上啊，关资源什么大战啊，对中国来讲啊，那真的就是一个小规模的城镇之战，对不对？这很小规模，这怎么打起来都觉得像过家家一样。是不是什么军来的？一个领主带了他军队来去参加这个混合战，然后这带多少人？5个人，对不对？一个某某主加一个领主带了5个人，然后来参加这个什么关资源大战，那5个10个这样加进来，不是笑死人了吗？5个10个在中国领当伍长可以了，你看他都你是哪一家的？没有半家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打仗战，因为他们地方小啊，地形的问题啊，人口也不多。但是他们经营政治的哲学那是其实是蛮深奥的啊，是蛮深奥的，是可以去了解跟学习的一个部分。但是高市早苗他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继承到这样子的文化跟传统，他在急于把自己陷入到一个险地呢，他觉得我可以从这个地方，我只要不松口，我只要坚持到底，全天下人都要为我让路，我就觉得她真的是个小公主啊！我说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小公主，因为好像为什么全人都要为你让路呢？因为你就是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说呢，你坚持到底，我没错，那错的一定是你。我只要不道歉，我就没有错，对不对？你小公主吗？真的可以这样子吗？德国梅克尔敢做这些事情吗？没有啊，没有做这些事情啊。伊丽莎白女皇会做这些事情吗？没有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一句都别多说。这就是当上位者的一个包袱，因为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够说的。之前被暗杀安倍晋三，对不对？安倍晋三他在上任的时候，他不能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是辞职了。他到百姓的时候，他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中国有没有生气？就觉得指责一下，但是也没太在乎。为什么？你的身份就是你可以随便讲话，你的嘴巴长在你的脸上，你要怎么讲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在这个位置上就不该乱讲话啊。这个安倍就这个事情。那我们格外提到一点是什么呢？暗杀安倍的那个凶手啊，他被无罪释放了。哎，有没有觉得奇怪？暗杀安倍，这为什么无罪释放呢？嘿嘿，很多原因啊。但是呢，他的律师啊，这个犯人他都要认罪。但是律师说他拿的不是枪，是一个管状发射器。
所以说管状发射器啊，然后造成了安倍晋三啊失血过多而亡，所以你不能说他的谋杀，等等之类的，蛮有趣的，各位去 Google 去看就好了，不要听老师讲故事。所以你去明白是说，这个状况啊，就变成是说，你在这个政治舞台上面，你能够做什么事情是可以的，做什么不行。那你现在到了高市早苗，他现在一起要准备去动员这些自卫队啊，或是提升你自己的军备啊，但是你没有来源了，你怎么打？所以说真的要打，老师我个人认为啊，中日之间你真的要来一场，不来一场啊，你对不起国内的情绪，你也对不起到中国，也对不起他自己国内的反应，两边你要对自己国民的交代的话，我个人认为他必须在农历年以前，他们必须来一个小规模的战争啊，不然就只能高市早苗直接下台啊，他下台就变成是说，那新首相要把他收回，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你不是高市早苗下台收回，不然就是拿了高民调，然后呢，突然在那边就变成是说，像七七卢沟桥事变一样，有一个精神受不了压力的一些小兵啊，拿了机关枪开始对那个中国的军队开始扫射，你有没有打到是一回事，你已经展现出了这个攻击的行动的时候，那中国就可以跟你打一场。那打这一场状况之下，就变成你变成地区性打仗，就在现场那一批的一些军事啊，开始互干一场，就像那个当时中国跟印度，对不对？互相丢石头，有没有丢死人？还真他妈丢死人了，丢石头都可以丢死人，对不对？那么你现在中日之间呢，他们就必须会打一仗啊。我觉得要打这个仗啊，他必须在农历年以前要打。农历年以后要打，我觉得高市早苗撑不到那个时候。我个人觉得他是没办法啊，因为他现在做的任何事情会让日本的经济是难以承受的。因为日本你不是只有高民调你就可以过生活，你高民调，但是你过了新年之后，你会发现该裁员的裁员，或是该减薪的减薪啊，你日子不好过，你当下你看不出来，但是过了一季，你是一定可以感受到生活开始难过了。对不对？你一些那些大百货公司没有人，是不是？还有就是你一些餐馆没有人，旅行业没有人。你说其他国家人会不会这个时候跑去日本旅游？会不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中日之间随时可能会打起来的话，那我他妈去日本，我是怎样？我是没事找事做，我是准备迎接天上的炮仗下来，是不是？大家很会想，你那其他的那毛一惊，然后脑袋就没吗？人家金毛的也是很新的，也是很聪明的，他们也知道有些地方一个君子莫若显地啊。所以我没有事去到了你要快打仗的地方干嘛？而且现在圣诞节跟新年了，我为什么不在我自己家里庆祝？为什么我要去你国家庆祝？是不是？那就没有道理，就变成只有夫妻情侣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挂碍的人，他们可能去日本玩玩，日本韩国玩一玩，然后再到中国去等等之类的绕一圈。是不是现在这个亚太生活圈已经形成在那个欧美的旅客很形成一个风尚，就是你的日本，然后韩国，然后中国，然后这个地方绕一圈，然后再回到他们自己国家里面。因为中国太大了，你不是只有上海可以玩，也不是只有深圳可以玩，你跑到那个什么安徽什么地方去，都有地方可以玩。就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它现在能够承接的这些经济，它其实是再过几个月它就很明显，然后就很明显，都到后面你即使高民调要去对战的状况之下，是大家都必须牺牲。我只要一开战，我的老公我就得上战场，我们家就可能被轰炸。那这个事情就必须要去面对了。高民调不代表你可以有高承受力，很多事情把你推得越高，就比较帝王时期，你现在剩下就有衰病死木绝，你就没有办法去持续了。就对日本来讲，他把自己弄到一个很臭的棋，就是说你应该要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在你农历年过完之后。农历年过完之后，那么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环境，你美国的自己国内问题解决了没有？对不对？美国1月它还有所谓的预算法案，那美国自己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解决，那你后面就没有老爹帮你了，对不对？你没有大哥帮你了，你没有上面人帮你，你打什么仗？日本之所以敢做，那是因为美国有尼米兹号跟福特号在南北两端去钳制中国，但是这两个航母离开了，问题就在这里，航母离开了。然后最近的那个日本，他又派了那个跟合资跟美国一起买的那个 MQ9，对，那个死神无人机，就飞越到过了这个什么钓鱼台了之后，它突然坠海了。坠海之后，然后因为它快速坠向海面，所以说 MQ9 这个无人机啊就变成支离破碎。那么呢，就跟老师之前跟各位去讲的，对不对？美国的飞机掉下来，人没事，你觉得你相信我是秦始皇，还是他的飞机被中国电池打到他失效了？那你这是死神无人机，你相信它真的是因为操作不当自己掉下来，还是被中国的这些电池科技打到无火药了把你击落？各位你觉得哪一个？还相信我是秦始皇，对不对？搞不好我就是秦始皇，是不是？我来掌我的 V 我50，我封你为郑国大将军。
是不是？哦，所以很多事情啊，就变成我们之前的假设到现在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存在，因为中国能够攻击的手段，并不是只有什么，只有这个火药的，或是只有这些必须要轰炸的过去传统型战争，他做的事情比较多。你死神无人机，你真的要去隐形的是雷达给你隐形，但是不代表你在北斗眼睛你也是消失的啊。对不对？那你找到你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加上你又跑到了人家的那个尖阁诸岛，就钓鱼台那个地方，那抓到你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人家也有空警100啊，对不对？他们还有他们的那街溜子啊，他们可以把你照到，那照到之后，那请问一下你怎么办呢？对吧？你就下来。那另外一个是在日本迫降那个，也是说你的方向盘跟你的尾翼砸成的一个问题，那很简单，但是不是已经在影响你了？用电磁攻击你，你拿他什么办法？对不对？那个也都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日本现在即使他在宫古海峡要去布军，然后在琉球他要去进行的攻击，布这些导弹，我们上个礼拜因为这个中段没有讲完的事情就很简单，你就只能在原地挨打。宫古海峡哦，宫古岛那边，你在那个地方啊，离台湾100多公里，你去那边部署飞弹，那么中国认为台湾是它的一部分，你在它100多公里的地方部署飞弹，你是不是等于是说你要打中国领土？话是人在讲的，你知道吗？话是人在讲的，谁是话是人啊？那个就是那个人在讲话来算的。你有没有这个意图，或者我们认不认为这是不是真的，那不重要。重点是你真的把它摆起来了，你真的部署了，准备开始瞄准了，我就认为你是敌国条款，所以说我就解放军我就可以打你在那边的驻军，打你那边驻军跟打活靶子没什么两样。第一个没有什么遮蔽物，第二个你也跑不掉。你以为部署在那边，然后别人就会怕你吗？也不会，因为这几个岛你上面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交通要件，你连躲都躲不了。你一旦被人家发现，人家要攻击你，你可以攻击别人是很近是没有错，整个中国1半以上都在你射程范围之内，至少沿海都是在你射程范围之内，但是你全境都在别人射程范围之内。所以说你打过去之前有没有打中，我是不敢讲，但是别人要反击，你是直接全灭，因为你没有遮蔽物，你也没办法移动，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有这个条件。打一条公路而已，比如说在那个琉球那边就一条公路，冲绳那边就2、3条公路，对不对？打断了，你请问一下，你的飞弹往哪跑？扛着跑啊，是不是？拿那个以前日本人的那个飞腿就开始跑嘛？不行啊，你跑不掉啊，你跑不掉的。所以你真的去部署，对战略上有没有帮助？你就只能说你在战略上是完全没有帮助，但是你自招毁灭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就不要说什么了，说可以打掉福建舰，福建舰现在已经开到你门口去了，有本事你打他呀，人家就觉得说你打我呀，对不对？来打我啊，人家就是方唐镜，就是要你打，你打不打？对，那边不敢打，你就告诉我你在琉球、在冲绳、在宫古海峡那边，你宫古岛那边你要跟我讲你去部署，能吗？你可以部署，但是一点作用都不会发挥，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发挥。按照数量、按照反击能力、按照拦截能力，你都没有办法发挥。更别说中国现在有一个民营公司，它用人民币70万可以发射出那个极音速导弹，然后音速6、7倍，70万人民币呀！你知道拦截这种飞弹，拦截飞上去一个那个反那个导弹的那什么火箭3还是什么样的啊？还是什么守卫者还是什么的啊？那一个反导飞弹啊，打出去那要3000万美金啊！3000万美金啊，人家70万人民币啊，这10万块美元啊就可以打过去了，准不准？不准。那个飞弹打不准了，但重点它是极音速啊，对不对啊？它超越音速6、7倍啊，它70万，对不对？它丢100颗过去，你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它切100颗过去，99颗打歪了，它都赚。为什么？因为一颗才70万人民币啊，是不是？不痛不痒的钱啊。那你丢一颗出来要去反击3000万美元了，对不对？你要怎么打？啊，那你美军都不想惹的东西，你日本去惹，现在尾大不掉，那怎么办？说也不是，这也不是，所以你真的要打，我觉得打的机会就只有在海上啊，大家打一场小规模战争，但是呢，一定是日方败的概率是几乎它是99%，它没有胜的可能，因为它所有的武器基本上都已经被阉割过了，不要说它有 F-35，各位去理解，日本身为战败国，它的型号即使是一样。它的油箱也是限制的啊，这个以前我们在练军训或在什么练这些研究这些战争的时候都有学过的。它的油箱跟它的一个耗电或什么东西的都是已经阉割过的，你没有办法你飞出去太远的地方去轰炸，它没有轰炸能力，就等于说你没有解除对方航母或者其他武装的能力。
那么你飞机飞出去，然后没多久你就得回来，干嘛呢？你去干嘛？你是搞笑吗？你是不是搞笑吗？所以说，很多的日本里面的一些比较资深的政治人物或是一些学者都说，高市早苗，你做这件事情，你根本就是一个荒谬绝伦的一个事情。你做这些事情是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处理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做呢？就为了什么政治2个字？当然，像当然那个日本里面有讲所谓的敌国条款，敌国条款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认为啊，敌国条款呢，在以前呢就已经说过哈，它是要失效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各位其实可以谷歌去找，那个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只是说未来可以说这个东西已经是过时的东西啊。这个原文各位去谷歌去找，这边就不讲了，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政论节目啊。我们只能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他们对任何事情啊都是不求甚解啊。不求甚解就是说呢，我就挑我有利的去讲啊。之前有讨论，联合国有讨论过这个敌国条款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大家认为这是过时的啊。日本就说啊，既然是过时，它已经无效。当然也不是，它后面最后一句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后我们找到合适的时间，我们来把它修正掉。但是修正了没有？因为你要修正，你要安理会的2/3的通过，也包含中国你要通过，那通过了没有。说敌国条款存不存在？它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日本，你只要敢在一些冲绳、琉球那边，或是哪怕你去有一些战争的意图，大家部署武器了，准备去瞄准谁了，哪怕你瞄准台北。都是一样，中国可以视同你做侵略的准备，它可以直接去解除你的武装，而且在国际法上面，它还真的没有事，连美国都只能说哦 good job， 因为什么？因为它符合国际法，它符合国际法的事情，你不能说它有任何的问题啊，对不对？那它这个德国就很有用。当然，那日本里面还有包含台湾有人说，那么俄罗斯是不是可以打德国？因为德国它是战败国，我们刚才讲到德国，它也是战败国，意大利也是战败国。为什么你俄罗斯不打这2个国家？因为敌国条款呢，俄罗斯战胜国呢，他继承苏联，他是战胜国呢。亲爱的，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地方。那个什么，德国跟俄罗斯，他们有德俄他们的条款，就是说已经把这个敌国的条款撤销掉了，懂我意思吗？他们已经又通过其他的合约，两国的合约，德国跟俄罗斯他们自己的合约，已经把这个敌国条款消掉了，他们消掉了。对不对？那他们呢？那个德国也跟其他国家谈过，这也都消掉了。那他跟中国有没有谈这个敌国条款的消灭呢？没有谈。为什么？因为德国跟日本土地不接壤，你没事你会有敌国的问题吗？不但不接壤，你还隔个这么远的海，你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事情，这个敌国条款有解决跟没有解决是一样的意思吗？不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日本不一样，它敌国条款没有解除，那么你又在我家旁边。又有什么国仇家恨？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处理呢？当然，到现在还是有一些的台湾啊，或者是在中国的公知就说呢，历史这么久了，我们该遗忘了，不要老是抱持着怨恨。我也觉得是这样了啊，我觉得怨恨这个是不用去持续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战争的事情啊，你不用去扯到那么远。但是啊，我可以看到另外一方言论，我也觉得有意思，就是说呢，持反方立场的人就说啊，如果你觉得历史经过可以被原谅，那么你为什么叫犹太人去原谅德国人呢？能那么简单的事情能吗？不能。所以有些事情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有立场的时候，你这个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各位，你在面对人生中任何一个纠纷、任何一个争执的时候，你要去了解一件事情，那是因为你或者是对方有立场，所以说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只要有立场，就解决不了。中国跟日本之间国仇家恨，你不斗到有一天一方灭亡，这个恨取消不了。是真的取消不了，因为那个东西是几千万条人命，今天不是一场战争的问题，而是几千万条人命的问题，对不对？你要去忘不大可能，而且这也是政治需求。一个国家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所以说你必须有一个被攻击的敌人，那才有意思。就是你不可能这个可以取消的，但是我们人可以啊，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知道我要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那么首先我就要理解是他的立场有问题，还是我的立场有问题。如果我们其中一个立场改变了，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转换的余地？超级业务员或是王牌业务员，他就懂得因为客户的想法而改变他的立场。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老师以前认识一个师兄，他也学了，很厉害，但是他也不做命理这一行，他就是超级业务员，他开公司做生意下叫。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业务员的时候，他可以跟着客户骂老板。我老板就是王八蛋，他可以骂啊但是你要给我签，因为我老板是王八蛋，但是大哥我是你小弟，对不对？你关照我一下，是不是？
人家就签了嘞，你知道吗？人家就签了，是不是？他能够改变立场，那么他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你要想出来你的目的是什么，再去坚持你的立场。如果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坚持立场，而是你有其他的目的，那么请你去理解你心中那个底线到底是什么，合不合法？如果跟合法是合法啊，但是呢，我自己只要不要去做违法的事情，那么你要知道你自己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好，感谢书坚，好，感谢书坚赞助哈，谢谢一下，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献出哈。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啊，拜托啊，大家帮忙一下。安徽跑去黄山玩哈，对，重庆也有，都有。中日之间必然冲突会有台湾问题变解决。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事情是什么呢？中日只要有一冲突，台湾一定完蛋；中日没有冲突，台湾也是完蛋。因为你今天有冲突状况之下，中国一定赢嘛，这100%赢，那个没有什么疑虑，99%了，对不对？我不是说完全的事情，反正99%中国是赢，因为中国的整个体量、运补跟它国内的一些能够消耗的东西啊，就远远超过日本的。就像乌俄之战一样，为什么俄罗斯打不死？因为他自己吃得饱，自己有能源。但是德国不是，欧洲不一样，乌克兰不一样，他们没有这么多资源，他们只能借，他们只能调，然后去来纠集综合之力。说俄罗斯打谁？俄罗斯一人打半个天下，因为半个天下是什么？印度跟中国，对不对？还有非洲。这中国、印度、非洲、亚非这2个国家没有加进去啊，所以说他们一个去打欧美整个国家，那他有输吗？没有，为什么啊？现在还快赢了，你知道吗？原因就在这里，说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的体量支持得了，日本支持不了。那日本既然支持不了，他一定败，一定败状况之下，那么以后谁敢说台湾是台湾的政治的一个模糊空间？没有啊，也没有办法啦，对不对？你就把立陶宛，对，立陶宛现在也对跟中国的贸易产生很大的问题啊。为什么？因为立陶宛的台湾驻立陶宛办事处，所以这个事情到中国感冒到现在啊。那立陶宛一直改变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中国跟他的贸易就是卡死啊，就是他们就现在困扰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只要日本败了，那台湾一定是被他收回去。那如果日本接下来没打，那代表是说他也不敢介入这件事情，因为高市早苗一定被做掉。你今天撤下来，就是高市早苗必须下台，高市早苗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太久。为什么？因为你待久就是跟日本财阀作对，跟日本财阀作对，听清楚了。他是跟日本财阀作对，为什么韩国不掺和这件事情？韩国财阀治国嘛，对不对？三星啊、LG 啊这些东西 ，SYK 忘记了哦，反正 SYG 听得很奇怪哦，所以说 SKY 啦，讲起来 SKY 哦，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好，你今天财阀就觉得我跟中国贸易现在在，所以说我现在不要得罪你，真的得罪你就是韩团女生那些娱乐，韩团娱乐失败就算了，我们本身的财阀不要去得罪中国，对不对？但是日本不一样啊。你日本，你既然得罪了，那么你就只能下台来去挽回这个局面。所以高市早苗不能够撑太久，原因是日本经济拖不起。那么日本无论如何，高市早苗下台也代表是说你跟台湾的关系也弱了，跟台湾关系也弱，那你也完蛋了，台湾也是被收回去的。所以无论如何，高市早苗这个举动啊，等于是让中国狂喜，想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这样讲有没有各位懂李老师意思吗？本来收回台湾是一个硬骨头，因为怎么收，什么方式收不知道，也不知道外部人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高市早苗讲一下之后，中国军力展现出来了，态度展现出来了。今天我示范给你看，我不可能会让谁来我打谁，来一个我打一个，来2个我打1双。我不但打你，我他妈我还叫俄罗斯一起打你。日本不是有熊灾吗？俄罗斯老毛子就是北极熊，我他妈干你，干到你妈，让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那你这个状况之下，以后谁还敢救台湾？没有说高市早苗这个举动加速了台湾被收回的概率。我们的伟大的民族的英雄啊，那个台湾之子，还有我们最敬仰的领导人啊，他就说2027年台湾回收。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只能说2029年前啊，几率是很大的，对不对？2029年几率是很大，那也是有这样的概率在，好吗？哦，来，确定学工民间公司技术面的都有了哈。甲午战真的是不可能的啦，好吧？台湾在无辜吗？台湾也不无辜，因为我们用一个制度走到现在，我们没有去改，我们没有修正主义。我告诉你，这个说实在的，那个虽然不甘愿啊，但是对岸的一个毛泽东啊，他的确是一个旷世的奇才，但他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啊、大跃进啊、3反5反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罪过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来讲，你说那个毛主席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语录啊，它里面所讲到的东西啊，其实还蛮能够对应的。其实我们可以讲到这个现在的那个五中全会啊，其实它做到之前为止，现在中国的经济进度啊是在从哪里开始呢？就是在30年前的30年前的那个
中全会他们所做出来的步调，到现在都还是在进行中。哦，这就是他们也不断进行修正主义。那这以后再讲，那个太长了，好吗？那太长了，我没办法再次讲完。哦，那现在人际关系是讲实力，一定讲实力啊！国际趴北韩、俄罗斯战第一战够狠，当然他们两个打起来就是打起来，对的，就打起来，没什么好说的，好吗？日本的川崎重工跟三菱重工啊，对他们的确生产军工的，那但是你不是只有军工啊，对不对？日本战后为什么凋敝了这么久？没有美国喂养的话，日本早就已经菲律宾化了。菲律宾也没那么弱，但是真的是日本如果没有美国挹注这些技术、金钱，那么日本也完蛋了，因为它全部都放在军工上面，你民生是没办法的，是不是？中国它的一个之前在打仗的时候、抗日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很多都是在他们的自己的一个，比如说50啊，他们都是自己在生产这些军备，但是他们工转民、军转民的这个速度做得很成功。30他们也是转得很成功，对不对？但是你要再去转回去，那就不容易，因为你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正啊，这个我们下次可以讲吧，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要赶快把这些该讲的讲完。哦，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日本的状况，我们也知道整个世界大势是不可挡的。那么另外一个更不可挡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是乌俄之战。哦，这个乌俄之战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到泽伦斯基到最完全不接受所谓的这赖什么穿28条，到现在愿意接受了穿19条。哦，这19条，它里面有很多的因素，我们就没办法去细说了。但大概率就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加入北约以后再议，就是把争议点搁置，那把现在停火先确定。那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泽伦斯基已经松口了，说，哎，这个倒是可以这么干。但是什么呢？俄罗斯并没有打算松口，因为他觉得是说，他不以任何的前提之下进行停火，他必须以外交的合约，你签约我再停火，你没签约我停什么火？停你给你去补给吗？当然不行嘛，对，给你补给是不行啊，必须要你怎么样呢？必须要你真的给我签约了，我们达到我达到哪里，我是不是可以达到哪里算到哪里的？那我们再说嘛，是不是？所以现在美国它是必须要让乌克兰战场先停歇，不然的话，美国还要不断的去履行这个所谓的国际义务，那这个事情它没办法。而欧洲现在也是跟老师我们之前所预计的是一样的。欧洲也对于这个所谓的乌俄之战啊，它必须要去介入，因为在这个谈判过程之中啊，欧洲完全没有介入的空间，就是直接川普跟那个泽伦斯基说，你就应该这么做。泽伦斯基拒绝之后欲拒还迎，说不要，身体却很老实的是说，我还是可以接受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没有介入，说欧洲现在是非常的去想要进去，是说我到底能不能从这个战场上得到任何一点便宜？比如说你矿场或者你的什么样东西，你要怎么抵给我？我给你这么多的钱，给你做这么多军备，对不对？你到底要给我什么东西？波兰就觉得他真的两边不讨好，我寄给你的钱，我也去跟俄罗斯叫板了，然后到现在我他妈的除了2个导弹到我家之外，我其他什么都没有好处，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捞到，我连你一分土地也没有得到你割让。这个因为毕竟乌克兰跟波兰之间呢，他们古疆界是有些争议在的，那是因为苏联解体啊，他们才变成乌克兰跟那个波兰，但是之前呢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现在乌克兰战场必须要停歇，那么泽连斯基必须要面对选举，那这个世界是给他一个台阶下，因为选举那天他可能不会在，他可能直接逃走了，但是你一定逃得走，你逃不走，那么你就是直接把你去见上帝的那个机会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说啊，现在就是变成是说，谈判过程之中啊，只有可以确定，就是说要把俄罗斯的一个战争罪把它给除罪化啊，就说啊，你打我应该的，你打我是一场误会，你打我是怎么样的，反正你不是一个战争罪，那我们这场仗撕掉这些疆野，或者是死这些军事啊，那就是一场误会，这是蛮搞笑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现在很多问题他们把它搁置状况之下，就变成一个四不像，就变成了像大清朝一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会在乌克兰上演。这跟我们一开始我们在2022年、2023年做预测的时候，大概就预测到这样的结果。它除了丧权辱国之外，它没有其他的空间。而为什么乌克兰战场必须要去停歇呢？因为美国必须要去进行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所谓的委内瑞拉战场。委内瑞拉战场啊，它其实现在很多说要去限制那个委内瑞拉的领空，把它关闭啊，或者是说他们准备了1-2万人的地面部队，准备要什么？准备要去给他上岸去攻击了。但是实际上，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啊，委内瑞拉这个地方，它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地方它的西北部跟北部是有山区的，是什么山区呢？是安第斯山脉的分支。它委内瑞拉全国最高的一个
这个海拔是多少呢？是5000米的海拔，对不对？5000米的海拔，你知道是多高吗？哇操，他妈的是太空上了，你知道吗？哦，是不是？它里面还有东南部，它有什么呢？它有高原，海拔500米到800米，它又有悬崖，还有茂密的一些原始森林在，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亚马逊雨林的延伸，它的森林率啊，它这个委内瑞拉森林它里面的覆盖率啊，高达多少呢？委内瑞拉的森林覆盖率高达了它的国土面积的56%，56%啊，打起来像什么？打越南战争一样。哎，你的这个 GPS 你看再清楚，你看不到这个树林以下的东西，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看不到树林以下的东西，那么你轰炸有用吗？你炸谁呀？你炸这人在哪里啊？你飞弹无限的，你是开什么？开外挂金手指吗？外挂无限的吗？你炸无限的吗？没办法。所以说，它有56%都是热带雨林的状况之下，你要去攻击它，你的轰炸的手段就不好使。那你就必须派什么呢？派地面部队。地面部队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美军一定是以一当十，那还少算，因为他身上背的就是10万美元的装备，但是地形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去解决，因为掩蔽物太多了。阿富汗你说沙漠我也认了，但是在委内瑞拉你打下去，你就等于再打一场什么？再打一场这个越战或再打一场韩战，就是这么样的艰难状况之下，美国有多少钱可以去打，这个就是关键的。因为你这样打下去，你不可能在半年之内就结束委内瑞拉的战场，除非马杜罗被暗杀。但是如果他可以被暗杀，那么他也不用急着现在准备说我要准备去制裁你，也没有，所以也没办法，就是因为他没那么容易被暗杀。为什么？因为马杜罗把他的所有的一些重大的国营实业，比如说石油啊、等等之类的，暗杀他自己军方的人。所以说军队现在站在马杜罗这一边，因为有利水有油水可以搞。因为你有发得出这些军饷嘛，跟着你混，你吃点肉，我喝点汤，大家一起怎么样狼狈为奸，对不对？军队国家化，其实在委内瑞拉，他现在是做的蛮成功的，加上他自己动员了100万民兵的组织，所以说你真的美军上去，你根本分不出来谁是兵谁是民。那你军民通杀，你以为是二战，你军民通杀都没问题吗？犹太人怎么败的？以色列怎么败的？就是败在他军民通杀。那现在加沙走廊那边，他还能够再去推进什么吗？不行，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讲，已经来不及讲，现在来不及讲了。所以就变成是说，你像美国，你现在你没有钱打，你没有人打，因为你现在派出去了，你死一个美军就算了。如果你那边阵亡超过500个，你要怎么跟国内去交代？因为美国现在也是反战主义，为什么？因为我吃不饱了，为什么要打仗？打仗的钱你们拿来救济我，不是很好吗？对不对？美国只有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豢养人类的一个状况之下。豢养这些百姓状况之下，习惯拿这些食物券、习惯拿这些补贴的人，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他们要的就是享受，要的不是工作，他们要的就是享受，对不对？你就真的是有些案例，老师这里去调查也真的蛮神奇的哦。他就是说我当然要去拿这个食物券，我当然拿补贴啊。因为有些补贴，他们东弄西弄，一个月有3000多块美元，对不对？然后房租还可以补贴，医疗还可以补贴，那我为什么要工作？我不工作不错啊，我不工作我挺好的，过得挺好。过得挺好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准不高。你不要说美国都很厉害，美国知识水准普遍是不高的。高中能毕业，你就算是完成人生大事了，对不对？你在亚洲试看看你在香港可不可以是高中毕业就觉得是你普遍的思想？不可能，都得念大学的，对不对？哪怕大学多了跟什么一样，你还是得念。哪怕你是什么名校毕业，你还是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念。为什么？因为我的筹码不能比别人低。那这是以后我们要讲的这个其实跟各位有关系，我们一天是讲不完的，老师可以都是累积很久没有讲了。好不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整个作战里面呢，其实对美国它内忧外是多的，他要真的去推进这个委内瑞拉的战争，其实我觉得川普总统他自己会有些考量，因为一旦进去，你没有拿到石油之前，你自己可能就完蛋了，因为8个坛子7个盖，你得盖来盖去不穿帮。但是按照现在今天11月30，那之后就是12月了，12月你要有圣诞节，你在圣诞节前他妈打仗，你让这些军人回不了家。你让这过新年 Happy New Year， 你干戏啊！我操，他妈的怎么玩？对不对？那是开玩笑，你触什么眉头？对不对？那当然你国内就不好，还有1月呢？1月是什么？你的国家又要再破产一次，那怎么玩？你把钱拿去打仗是没办法的。他现在有没有钱？有，你要临时的一个预备金，你是可以打的。好像这个2025年国防授权法案在美国里面是有所谓的海外应急行动基金。它有多少钱呢？它有8320亿美元，8000多亿美元。
所以说这个他们在国家的应急资金啊，在海外的这些战争啊，是可以用这笔钱的，对不对？之前用的阿富汗、用的伊拉克战争都是用在这笔钱上面，海外应急行动基金。但是它毕竟你出去这些美军的钱都是很贵的，一个人身上背了10万的美元的一个装备，那么请问一下，你1万个人你是身上背多少钱的装备上去？懂老师意思吗？1万个人你不要背了你8000多亿也不够用啊，是不是？因为你还有油钱、运补什么东西都是钱啊，那就有困难。所以说他现在只能说打击毒贩啊，或者是做一些你宣誓之后，然后就只能逼他谈判。谈判的话呢，那还得讲。如果不谈判，你真打起来的话，那他又得去陷入到了一个国会的追加预算。国会追加预算，你要知道，2026年他又是要期中选举。期中选举如果没过呢，因为你掀起新的战争，期中选举如果没过，那川普你剩下的2年你也别干了，你就打小白球吧。你除了打小白球卖点帽子之外，你大概也没什么概率你可以成功的，好吧？这个我们要去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整个状况之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最后跟各位多花5分钟的时间5分钟吧，5分钟够了啦。我们稍微提一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趋势之间东方的优势一定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为什么讲得很重要呢？因为它是前2天发生的上个礼拜发生的。这对我来说对老师来讲，它是一个振聋发聩的一个提示。为什么？因为老师跟各位过去去谈到一件事情，中国的 AI 它会一定可以发展比全世界更加的理想，就是因为它有能源，我他妈有电，我就可以干这个 AI 的事情，因为我不怕，我有风力，我有水力，就是我连沙漠都可以发电。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发展 AI？ 它肯定可以发展 AI， 但是说老师没有台积电，发不起来。对，你看是有集群，我很多人去想一件事情，我就有可能做出来。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在2025年的11月23日也就在那个中国的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家大会里面，中国有北京中关村学院与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叫做一般来讲都是中关村2院就是太监坟墓的2院。中关村以前是太监就埋骨的地方，好吧？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发展出来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ONI 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什么？它一个专门做科研的一个 AI。这个科学 AI 就是怎么样的？它专门帮你发想，帮你去研究这些科学的进展。所以说，它以 AI 去研发了科技，以 AI 去研发了 AI。这个事情在去年没有人敢想。我说这个很实在，去年还是 GPT 的天下，没有人敢想。到今年为止，到现在此时此刻，中国已经研发出来了，让 AI 去研究 AI。这个我们在3-4个月前跟各位谈过。AI 会研究 AI 研发了 AI 研究了科学。就是说，你科学家有了 AI 之后，那科学家有什么用呢？用处大了，因为科学家就可以尽量的脑洞大开，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实验的数据上面。这些实验数据或其他的资料收集都可以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门做科研的 AI 去帮你去处理。它不是大语言模型，它是研发的 AI 叫什么？叫 ONI 好像什么东西那个字我有点忘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就可以去专门的做科研。这个科研，各位，明年的此时，中国科技会上升到我们难以置信的地方。因为当 AI 可以没有时间限制的，一直不断的去替科学家的发想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整个世界会大改观。各位，科学这件事情永远就是靠实验比如说什么过去在欧洲他们很厉害的一些什么费曼猜想等等之类的。他们需要很多的数据，甚至是有些过了几十年，这个科学家嗝屁了，他的学说由后继的科学家去承接，然后再去研发，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新的学说。这过程都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100-200年的时间，然后慢慢去研究出来这个理论到最后是可以做成的，因为前仆后继一起把它做出来。对，无论是科学或玄学都是一样的。你没有人，你去实验跟研发是不可能会成功的。但是这些实验就由这些 AI 去研究，就由这些人去处理，那由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科学家我除了发想，我告诉你 ，AI 再聪明，它没有办法无中生有，能够无中生有的是人脑。而现在中国科学家可以大放自己的一个猜想把一些像00后其实妙想一大堆，他就直接让新的人去提供这样的方向，然后去实验出来，实验结果里面可能都是错的。但是你不用再花时间去为你的错误的理想去买单，因为你的时间可以继续发想下一个。哪怕你所有100个方案里面只有3个成功了，这3个就足以改变中国现在的科技短板，你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好吗？
所以各位去理解，好，现在整个世界上面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你一定要去做好你的社会性技能，你未来的信任经济一定是有包含了。现在我们就讲近一点的，就连70后了，现在50岁的人，你都必须要面对这个信任经济，你不可能只去仰赖说我过去的经验，跟他晒了。我跟你讲，真的，你必须要走信任经济，你能够去为百姓服务。60后了，已经真的是退休了，70后的，你就必须要去面对，你自己能不能在这个 AI 去取代人工的时候，你能够说我还可以对这个社会有用。一个人对自觉得自己没用的时候，那你离死亡很近了。因为人类就是这样，人类为什么你寿命可以一直不断延伸？因为我们还有使命，我们还有房贷没还完。因为我房贷还没还完，对不对？我车贷还没还完，你说还不能死，小孩念书还没完，我不能死，对不对？对，人有使命感的时候，那你就老得慢；退休之后没有使命感的时候，那你就老得很快，身体问题就会出现。为什么？因为意志决定你身体的活络程度。你自己精神没有这个意志力的时候，你也是变成自寻死路。当然，我不是说活得一定比较好，是不是？但你自己，我们不摆开那些宗教思维的话，你自己没有一个追求，没有对自己的自我肯定的时候，那么人间即地狱，那就很糟糕了。懂吗？啊，接着没办法一次把它讲完所有老师想讲的事情，那我再跟你讲啊，整个世界上是变成这个样子的。好，那有什么问题哈？日本就完蛋吗？是，为了30年内必然完蛋啊，这个没办法的。陆方现在谨慎还是想玩阴的，不需要等，因为他有绝对的优势。中国做好绝对优势，我就在这里，而且甚至我还想做些什么事情，你有本事来攻击我。中国摆开的态势就是，他没有说他不开第一枪。他不开第一枪是针对台湾，对，懂这个意思吗？中国所谓的承诺不开第一枪，那是针对台湾，其他地方呢？他可没说，他们可没说。敌国条款为什么一开始就绑出来了？因为他意思就是我随时可以动手，你也没办法对我怎么样。这个很多事情我们要去理解，它不是拿一个地方去看，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好吗？中观正是对，中观是这样哈。AI 提升学术还没让普通人享受到利益，贫富差距拉大原因什么呢？各位。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就是你习惯于过去，所以说你会贫穷。习惯过去的人终将贫穷，这是一定的铁律。除非你吃的是皇粮，你吃的是那些国家给的养你的公务人员、军公教，不然你除了贫穷之外，你没有第二条路。习惯过去一定是贫穷。我还是讲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很多人希望回到20-30年前那些岁月静好的时代，甚至有些人希望回到50年前。那种虽然穷了一点，但日子过得快乐那个时候，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当时我们父母跟祖先的痛苦之上，懂了吗？你想所谓的小时候的一些美好，90年轻时候的美好，那是因为那些风雨飘摇的人，风雨飘摇的时代，有人为你遮伞，不代表那个时候没有风雨飘摇。当时你可以因为一个冰棒开心很久，那你要知道，那根冰棒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取得它。所以你取得它的时候，你觉得它那个冰棒是多么的美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父母为了这根冰棒，他要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所谓理所当然，不是过去一定比较好，很多人都陷入这个样子的事情。我只要跟过去一样，我就可以维持那个美好，那叫做幻想。因为世界在变，国家都没办法撑300年，然后你不敢朝换代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去没有比较好，而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你只有顺应新的时代，你才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强大。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最后还打个广告我们的那个榴莲赶快报一报好，今天榴莲是非常难得的，有5大种类给你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另外下周2或3看一下我们的万年历，我们万年历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改革会在2011年为止的万年历都给你做出来了我有点得罪到这些做万年历的同行不好意思，但是我这个东西也没你的全面。讲是这样讲的，反正 OK 就这样子吧。各位有机会的话去看看。各位，我是老师，我们下次见。